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钱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密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密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今天要特别关心的是伊朗最新的攻势连环重击，并且直指的就是在中东的美军的指挥中心了。根据伊朗的说法，200位美军全灭吗？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另外，现在伊朗也直接点名了18家美国的重要企业成为他的猎杀名单。川普急着，这个时候他喊了，他要停战。今天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今天会关心美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崩盘？因为刚刚特别提到的，伊朗点名了18家美国的巨擘要做攻击，这巨擘当中包含了从科技、金融到军工巨擘都在当中。川普能守住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国力核心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会来关心的是阿联酋的秘密指挥中心被伊朗给炸了。现在不了解的是说，200名的美军现在看起来生死未卜哦。那么来自于伊朗的说法是全部灭了吗？美军真的可以无敌吗？川普这一次还能够硬是撑几天呢？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想要闪人了，那以色列怎么办呢？难道以色列自己会留下来单独打吗？尤其现在以色列的伤亡人数不断的攀升，纳坦雅胡还能够撑多久？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请来宾一次做详尽的解答。我们首先关心到是这一次伊朗对美国正式开启的一场系统性的报复，尤其今天4月的第一天，4月1号，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点名了，一共要瞄准的就是18家的美国企业都在他的攻击名单当中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重要的企业，科技巨擘辉达、苹果、Google、微软、英特尔，金融的核心公司摩根大通，还有军工制造大厂，包括波音、奇异、特斯拉，甚至是资讯跟云端的巨头思科、甲骨文、Meta， 都在伊朗说他要攻击的名单当中。这一波攻击还没有实施，但是对于美国跟对于以色列相关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跟军事基地的攻击已经展开了。赶快立刻来看到他们目前伊朗的报复的重拳已经造成了哪一些打击？首先，斩首级的一个打击是打的美军位在阿联酋的这个指挥中心，200名美军生死未卜。再来，真实承诺这一场是第4次、第88轮的全面打击了，弹道飞弹直接是命中以色列的货轮，无人机也被精准的摧毁。第3个来看到是对于以色列加大它的本土攻击的力道，发射弹道飞弹攻击以色列中部地区，集束弹的头大的范围多点爆炸，造成了至少6个人受伤。以色列科技公司也哀轰。最后是美国的死神无人机了，根据了解，有146架被敌方给击落了，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来看到伊朗这一次的攻击，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的，而且是密集的，连阿联酋在这边的指挥中心都命中，200名的美军生死未卜。川普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还能撑下去吗？委员怎么看？对，看到这场战争打到了现在哦，那么原本外界预测说伊朗一定会弹尽粮绝，然后呢，伊朗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轰炸之下，所有的相关的军事装备大概都会被这个摧毁殆尽。可是我想打到今天，我们现在刚才看到思敏告诉大家的这些相关讯息，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伊朗现在恐怕好戏才正上场哦。这就回到了我们原先的预测嘛，原先其实就已经有人预测跟示警，说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先端上台面的是相对比较低阶跟廉价的无人机和飞弹的。这些无人机跟飞弹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要耗尽美国跟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有的这个防空系统的飞弹啊。当你耗尽到这些东西了之后哦，再摧毁掉这些雷达，美国跟以色列在整个中东地区哦，他们的预警时间会相对缩短，拦截的能力也会大幅的降低。在这个时刻，伊朗才会端出它真正的法宝来啊。
现在看起来这个法宝就要上场了，所以对伊朗来说，这场战争再继续打下去，我们恐怕就可以看到更多伊朗高端先进的武器如入无人之境的去打击以色列或者是美国其他的军事基地了。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雷达系统已经被摧毁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以色列真正要反应伊朗的飞弹来袭的时间已经大幅缩短了绝对不像以前这样游刃有余。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个川普其实如果大家注意到川普最近的一次谈话川普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人我认为川普最近一次决定要抽手如果大家看到他这个大概今天的谈话吧，他说他决定要抽手了然后呢，把这个荷姆兹海峡留给其他的国家自己想办法去打通了他已经打赢了，他就要走了。大家就好奇说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那么急急忙忙的要离开战场。我觉得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军的伤亡在扩大当中那么目前为止还在盖牌，可是这牌盖不了多久的这一掀牌的时候，美国现在国内反战声浪已经很高了所以对川普造成的第一个压力应该是福斯电视台的一份民调就福斯电视台在这场战争的前几周，他的民调都跟其他的这个媒体不一样他所呈现的民调都是在5-5波之间。可是其他的这个媒体所做出来的民调，其实反战声浪已经很高，都超过50%了。那但是现在连福斯自己都顶不住了。福斯最近公布的一波民调，这个反战的声浪已经超过60%了。就连福斯都顶不住的时候，川普怎么顶得住呢？川普背后最支持他的媒体就是福斯了那更不要讲到股市了。股市前一段时间跌得乱七八糟，你看到今天川普出来讲话的时候多骄傲，他说我讲完之后股市就涨了，涨到这个有史以来道琼涨最高的一次。废话，你讲的是你要落跑，你要离开了这场战争不打了，那大家当然就股市就涨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川普的讲话川普的策略永远都跟股市指数的起伏是绑在一起的。他想放空他就放狠话，他想做多，这个股市就会上来那但是问题很妙就是他今天的谈话的时候，你就注意，他说我们已经打赢了。为什么打赢了？他说因为政权已经轮替了。他说第一代的政权呢是非常不能够接受的，很有敌意。第二代的政权就温和友善多了。我听到这句话，我差点笑从椅子上掉下来。第一代是哈米尼，第二代是他儿子。对，他儿子、他爸爸、他的妻子、他的小孩、他家的亲人都被你杀了。然后你觉得第二代会比较友善吗？到底第二代哪里比较友善？我们刚才看到所有的数据，伊朗现在在疯狂的报复跟攻击。哈米尼在没有被斩首之前，他攻击了谁吗？他谁都没攻击所以我不理解，川普为了要尽快的脱离战场，他到底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宇宙里头他自己似乎描绘出他自己那种乌托邦美好世界。那更妙的是说，各位如果看到这场战争，原先讲说要 regime change， 要改变政权，后来发现 regime change 不了，他就说我们要打通荷姆兹海峡。好了，你现在2栖部队都调来了，准备要打通荷姆兹海峡了。忽然之间，他就又告诉你荷姆兹海峡我们不打通了，以后就交给这个欧洲你们这些国家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最妙的是什么？各位想想看，最妙的是在这场战争没有发生之前，荷姆兹海峡根本没有封锁的问题因为你打了这场战争，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了，然后你现在告诉大家说我已经完成了战争的目的，我已经胜利了，然后我要走了。所以你这场战争的目的只有2个，第一个把伊朗换上一个更强硬的政权，第二个就是把荷姆兹海峡给关了。好，这个荷姆兹海峡又是同时攸关在经济面，那另外一方面刚好伊朗他也提出来要攻击美国的18家企业。攸关的又是美国的经济面，因为这18家企业刚刚特别讲到了嘛，里面是很重要的科技巨擘，还有金融巨擘等等，会不会成为川普在经济上面另外一个重要的压力？苑老师又怎么看？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想到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我想说是不是假的，你知道？因为我们一直长期的认为美国加以色列是所向无敌的，结果今天消息突然这个1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做评论的时候，都替伊朗捏把冷汗。一开始我还讲说伊朗要加油这讲的自己都很激动，对不对？那现在突然发觉，伊朗现在完全要攻击就攻击我现在看到这个消息，我遇到的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说，刚刚我们委员一讲的话呢，就会发觉说，伊朗现在的话呢，好戏正准备上场，看样子不是愚人节，但是其实讲起来也非常具有戏剧化。它最主要，首先第一点，我让大家先了解，那个中东什么都没有，就是油多钱多，所以说所有的美国重要的产业，像什么 Apple 啦、英特尔啦、Google 啦，还有什么 Nvidia、Microsoft， 还有 Morgan Stanley， 他们在那边都有转钱的地方。然后发展科技的地方，甚至包含这个 AI 的这个中心都拿钱出来，就在这边的话呢，所以伊朗现在要针对于18家
的这个美国重要的企业，里面包含了军工啊、科技啊，甚至包含了金融，通通要打击的话，表示说他把这话先放出来，伊朗是说到做到的。然后这美国现在只会乱吹牛，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美国会不会登陆哈尔克岛啊，还讲到说美国什么82个空降师啊会不会什么的，就讲了一大堆啊。这现在搞了个半天的话，突然拍拍手想走，你知道吗？川普走得成吗？对不对？2000多条人命啊，170几个小女孩的命啊，对不对？这个仇恨结深了。人家伊朗本身来讲的话呢，都目前为止啊，你先把温和派干掉以后，现在换了个激进派啊，激进派，这个穆加塔拉的话呢，他本身就不做事，就是我们要干到底，就是真实承诺第86开始、87开始、88开始，大家仔细看里面内容的话呢，说的87的时候呢，空中预警机打得之准，从雷达缸正中间切下去，旁边 BBC 讲还有2架飞机受到了这个影响，对不对？也都受伤害了。然后现在的话，第3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说整个伊朗现在的话呢，整个所有做的事情所着眼的重点是直接对以色列的本土的攻击。那这个加重的压力非常大，其中最重要消息，我觉得美国的指挥中心的话，那200人的话呢，生死未卜。让我们讲好了，这死亡的人数只有20%的话，那有40人都死亡了。到目前为止，美国都不敢承认到底有多少死人啊，对不对？你这个影响的话呢，对川普现在刚刚经过 No Kings， 美国有将近1000万的人走上街头啊，美国人对政治都是很冷感的。1000万人走上街头，真的是美国问题严重了。现在的话呢，接下来我们真的是有好戏看的。好，所以美国这一次攻打了攻打了伊朗哦，那搞得这样子一团乱。那现在美国就突然间说他要走人了，那以色列怎么办呢？而且正直的就是伊朗现在都是直接攻击以色列的本土的，接下来纳坦雅胡还能撑多久？那干哥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新闻，我们特别要关注，就美军的指挥中心在阿联酋，也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曼哈德基地外面的秘密指挥中心竟然可以被伊朗的特工给发现，这个是一个秘密基地而且里面一看，哇，进去200人了，那么多，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你有情报，你有摩萨德啊，你有中情局啊，我们也有啊，我们也可以找得到你们让人家以为你们不知道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竟然被空袭了。我相信还是用见证者系列的无人机去攻击的，因为那个最有效。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飞得久，又可以飞得低，然后打下来的时候，它的杀伤力是够的。那好了，那现在到底损失了多少人？不知道，对，不讲，为什么不敢讲？讲出来很丢脸，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好，你看到这个事情之后，你就要想想看，我们现在先汇集一下以色列最近受到什么样的攻击？以色列竟然中部一个城市，它竟然被这个弹道飞弹丢下来以后，它丢下来，你知道弹道飞弹只有个弹头嘛？你不装核子弹头的话是没有用的。于是它装什么？它装极速炸弹在里面，丢下来的时候，竟然造成了大概方圆差不多1.5平方公里被摧毁。但是因为那不是住宅区，所以只有6个人受伤。那下次要打在海法的话怎么办？或是打在特拉维夫？或是打在本古里扬机场怎么办？所以我现在就在想说，你不是说你的那个海军跟那个空军都已经被美国摧毁了吗？怎么伊朗还有这么多飞弹可以打？所以你就会觉得，而且现在他打的是伊朗，现在打的是以色列的本土。对于以色列的很多地方，他们其实老实讲一句，他们连在海上的集装箱货轮，他们都认得这是以色列的，这个就厉害，这个就我觉得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在面对这场战争的时候，他会有一点觉得他有一点却步了，就是认为说，好像以色列的那个情报机构没有办法及时反应，说原来伊朗知道了，伊朗知道很多事情，当然他没有讲出来。伊朗也许他没有像美国这么好的这么精密的卫星啊装置，但是伊朗的这个情报人员一定也有足够的渗透能力。他才能够得到这么多的讯息，然后他开始说：“我现在回过头来，我要攻击18家美国企业。”我觉得你要仔细听好，这就是中情局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可以打到这些原来我打不到的地方，然后现在回头我要打你的苹果啊，然后摩根大通啊，
特斯拉、奇异这些大公司、大企业，而选择重点来打，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知道它在哪里。我知道它在哪里。当然不是攻击美国本土的总部，可是我可以攻击哪里？我可以攻击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或是卡达啊，还有科威特的这些大公司的据点。要知道，这些大型的美国托拉斯企业在这几个国家通通有据点。为什么？因为在中东是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聚集地。所以他如果真的打到这个地方的话，特斯拉被打一次，你看看 Google 或苹果要是被命中的话，会有什么下场？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他现在是在想一个什么问题？美国要是拍拍屁股走，你要怎么办？我先告诉各位，尼坦雅胡不可能收手的。如果今天要他自己面对伊朗的话，他也要去面对，所以他必须要拖着川普，你继续打，不要走，你要跟我一起打。可是老实讲一句，我觉得川普的耐心只剩下2周，2周之内这一件事情要解决，说不定1个礼拜之内，4月6号之后就解决了，也不一定。可是以色列还是不会收手，他不会罢手。那到时候以色列就要自己面对伊朗的无人机跟伊朗正规的那个弹道飞弹的攻击。我觉得这对伊朗绝对不是聪明的选择，也不划算。对于以色列是不划算的事情。所以尼坦雅胡现在他的问题，他要跟他的国会怎么交代，这才是他现在面临最大的难题。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川普说仗打完了，现在要拍拍屁股走人哦，但是留下的是什么呢？错愕的中东哦，现在呢大失火，还有这个油价狂飙，航道被锁，这一场仗接下来谁来收烂摊子呢？留下的包括了错愕的以色列和中东海湾国家吗？今天一起来做解读。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美国总统川普最新的发言，他说美军已经彻底的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而且他还说呢，德黑兰正在输掉战争，已经开始向我们美国祈求要做一个协议了。话才没说完，31号他又改口，他说伊朗其实你也不用跟我们谈什么，不必达成任何的协议，我们美国就能够结束战争。好，看起来都是川普一个人在说话，伊朗方面其实没有做太多的话。那么川普专家就讽刺说，你川普说了一大堆，就是因为你输惨了嘛，在现在呢这个时刻开始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所以才会决定要撤退。我们也来回头看，大家还记得吗？3月初，川普说要打的这一场史诗级怒火行动，他的军事目标一共当时列出了4个。那我们今天特别整理出了4大点，他当时喊出的目标到底有没有达成呢？结果答案竟然是全部叉都被打脸。好，首先来看到第一点，他说要摧毁伊朗的飞弹能力，结果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伊朗的飞弹、无人机照样狂轰猛炸。再来，他说要歼灭伊朗的海军，但是我们看到荷姆兹海峡反而持续的被伊朗给封锁住了。他说要阻止伊朗拥核，但现在我们看到有关于核弹的部分、核能的部分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川普还说了要切断恐怖组织的这一些资金，但是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区域冲突，现在正在海湾国家不断的扩散当中。来看到伊朗总统他有最新的一个说话了，他说确实有收到来自于美方的讯息，但是呢，针对川普说他们有在谈判这件事情，他说根本就没有，美伊双方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一场正式的谈判。他说了，现在伊朗他也稍微释出善意，只要能够确保不会再次的遭到攻击，伊朗是准备好可以来停止战争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也邀请委员特别帮我们看，伊朗一边说川普一边说他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一边又说不管谈不谈，我们这一次美军都会自己撤军。为什么这样子来回不断的改口啊？再来就是川普原本设定要摧毁伊朗的4大军事目标，刚刚看了嘛，全部都没有达成，这是代表川普输惨了，所以决定要撤退吗？委员怎么解读？川普每天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乐趣哦，就是在过去大概这10天，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川普的谈话，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哦，你真的会强烈的怀疑他活在另外一个宇宙里头，跟我们不是同一个宇宙哦。大家还记得川普那个时候说了什么吗？川普最早说，两边已经谈了，谈得还不错，所以原本从48小时要延后到5天。然后呢，伊朗的这个方面就立刻跳出来说，恐怕你是自己在跟自己谈吧，因为根本没有人没人在跟你谈。然后接着川普就释放出来了，说呢，真的在谈，而且呢，伊朗马上就会送我们一个大礼。就过了一天，他就说这个大礼呢，就是伊朗让10艘油轮通过了荷姆兹海峡。可是问题是，那10艘油轮都是伊朗的友善国家，跟美国一点关系也没有。那10艘油轮都是什么中国的啦、俄罗斯的啦、印度的，那是他们跟伊朗瞧好了，他们才能够通过。干什么送美国什么大礼啊？然后接着他就跟你说，川普又来说了，要答应15点条件哦，要答应了之后再来谈。结果呢，眼看着也没有人理他这个条件，他今天说了什么？他说达不达成协议都不要紧了，我们已经打赢了，我们就要走了。所以刚才这个思敏已经帮大家检视过了嘛，就在这场战争，当时川普给大家诉求的要达到的目的是一项都没有达到的。我刚才说过了。原本哈米尼没有攻击任何国家，也没有摧毁什么美国的军事设施，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川普说他是狂人，现在说换上来了一个更温和的领袖，就是那个领袖他儿子现在还在打你哦。然后呢，荷姆兹海峡原本好好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大家就开开心心的通过就好了，就是你干的好事，结果现在被关闭掉了。然后更妙的是，原本说他们马上就要有核弹了。那个时候，哈米尼可能还没有想做核弹。我跟你打赌，现在如果我是伊朗的领导人，我立马做核弹了。我还不做核弹吗？笑死了！你现在就在暂时喘口气，是因为你打不下去了。谁知道你明天后天会不会来啊？我为了要避免你卷土重来，我一定做核弹。所以你看，川普这场战争完全没有达到任何他的当时所提到的目的。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他错估情势了。川普太自大了，他对美军的实力太有信心了，有信心过头了。他一直以为说只靠轰炸就可以解决，因为去年的12日战争就是轰炸哦，美国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件事。这样呢，他有什么 B2 隐形轰炸机去炸一炸，丢几个炸弹，人跑了，你要打他也打不到哦。反正呢，他的大兵也没到你的国家来。美国最喜欢干这件事，可是问题是打伊朗这种灭国之战哦，靠轰炸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打地面部队的这个正规的来作战，才能够有可能达到目的。川普赌不起啊，他没办法的。他如果地面部队派上来，那就只有死伤更惨了哦。然后第二，川普就很洋洋得意说：“你看，我已经拿到了制空权了，制海权我也拿了，他的海军跟空军都没了。”可是殊不知，现代的战争谁在乎你海军跟空军啊？对伊朗来讲，你要想想看，他是被打的国家，他不是去打人的，打人的需要海军跟空军，被打的国家我把我国土守好就好了，我就算没有海军跟空军又怎么样呢？然后第三，他低估了伊朗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啊。伊朗早就准备好了，伊朗准备了飞弹，准备了导弹，准备了无人机，甚至我刚才讲过了，它还是有节奏的推出来，把比较便宜的、比较容易被打下来的，通通都送出来，耗尽了你所有的武器。接下来我的好戏才要上场呢。所以川普完全的错估情势哦，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只能够选择仓皇的夹着尾巴逃出去了。但是还是回去先前我讲的，我是最支持川普的人了。我觉得川普继续在位置上继续掌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才能够真正的成功。所以我希望川普，你就算夹着尾巴逃回去，也要逃着有尊严、优雅跟漂亮，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吧。好，川普这一次打这一场仗哦，可以说现在突然间撤退走人，那留下的烂摊子，接下来包括了石油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另外就是盟友的问题怎么解决，现在盟友很多都对他非常非常的不满，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我们等一下也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到川普呢，针对于盟友，他有最新的喊话。这一次喊话的对象是英国跟法国，他跟英国和法国喊话说，你们拒绝加入美国打伊朗，所以呢，美国接下来不会再对你们提供任何的帮助。所以他就跟英国说了，好，你要石油是不是？那接下来你就自己去挖油吧。那对法国则是说呢，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用的国家。那白宫还说呢，川普现在还要
要求这些海湾国家说呢，我有帮你们打这场仗，那接下来你们必须要一起来分担伊朗的战争费用，这是川普现在拟定可能会来征收的费用。好，再来荷姆兹海峡的部分，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被伊朗给掌握住了。伊朗现在开始在这边，他说了他要做本币的交易付费之外，还喊到说每一艘船通行过去的价格喊到200万美元，等于一天伊朗可以赚进2.8亿美元的一个这么高的金额。全球则是油价一直在陪川普陪账哦，油价最多专家喊了可能上看到每桶200美元。那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高涨哦，这个每加仑4美元创2022年以来的新高，48%民众都说是川普搞的。才会变成这样。今天有石油的问题，会不会引爆第4次石油危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盟友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对川普感到不满，因为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石油危机是一定发生的，但是呢，它发生的过程非常戏剧化。因为第一个，它原来根本不必发生的，原来根本就没有的事情。这47年来的伊朗被制裁的话呢，这个哈梅内伊现在发觉他是个温和派，你把他杀掉以后，现在他儿子上来以后，国仇家恨啊，这个穆杰塔拉的话呢，基本上为了要报仇，所以这个事情打成这个样子啊。那我觉得我分3个部分来讲了。首先，第一个，大家都是受害人了。因为美国这个4美元的这个加仑的话呢，大家要知道，美国这个国家长期来讲汽油很便宜啊。但我刚刚算了一下的话呢，就是它1公升等于38块台币了那这个价格的话，对美国人来讲，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基础建设是完全用开车为主的，一家里有一个家4口之家有个7、8辆车是很简单的所以说都是因为油便宜嘛。那现在的话呢，油不便宜了，那所有人都是情况下，美国是最大的原油输出国，但是美国的页岩油在提炼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依靠中东进口的石油，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川普自己都没搞清楚，这个中东的荷姆兹海峡的油过不来的话呢，会使得油价上涨，包含了美国的油价。美国的油价上涨会使得通货膨胀，美国通货膨胀增加的话呢，所有的老百姓都受苦这种情况下来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盟邦就尤其是当然主要讲的是英国跟法国那直接讲法国没用，英国就要自己去挖油，然后呢，美国好像一直认为北约什么就不要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件事情。欧洲盟邦的话呢，没有帮助川普来打伊朗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莫名其妙的战争是没有人愿意卷进去的，没有人不知道说战争是不能够轻启战端的只有川普这个傻瓜，他被以色列一忽悠，然后就过来了。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是现在整个所有的这个欧洲的国家当中的话呢，尤其西班牙最强的，他们就觉得这根本是一场不正义的事情嘛，你根本就没有本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世界本来好端端的，现在一下把整个世界都扯破。现在的话呢，大家会发觉，等到以色列真的被攻击的话，万一以色列拿出核子弹来一攻击的话呢，那么第3次世界大战就眼看着就要爆发了，那这个还得了，对不对？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欧洲盟邦没有来帮忙的原因，是因为伊朗的导弹已经这个就是这个底格加西亚那边的话呢，4200公里，我算了一下看了一下，就是刚好从德黑兰到巴黎去也就4200公里。所以说基本上都已经够到你了嘛，他们怎么敢动呢？对不对？那现在川普讲这种话的话呢，就是只是说那个欺负自己的弱小，但是英国跟法国并不是弱小。那尤其是川普这次借这个机会的话呢，把英国跟法国得罪的非常深。那么这个最重要的话，那我们现在来讲说，川普会不会就是说轻易的说我不干了，没协议我要走他走不成的啦。以色列不会让他走的啦。开玩笑，我们心里难道不明白吗？从一开始被骗，对不对？以色列只要讲说你这样的话，对吧？你所有的你还要选举你行动选举那以色列在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我跟你讲美国现在最害怕的什么？就会打成越战越战的时候，我跟大家回忆一件事情越战的每个礼拜天晚上有一个大箩筐电视上转播366颗球加上2月29号一直转，然后抽出来10个，每一次就是这个抽这个10几个球就在这天出生人就准备征兵55万人到越南去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移民越南的了，那大家是吓得要死。后来发觉没事了，都想办法到美国去生孩子了。现在的话，如果真的到伊朗去打这个战的话呢，你知道川普会面对的压力有多大？万一抽到他自己的Barron Trump的时候，那是不是也要走对不对？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本身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川普这个又笨又坏的人，真的把美国情况搞坏透。当然，我同意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川普是不行的。对他要好好演下去才行。对。好，一方面是美国想要脱身，现在恐怕脱不了身，恐怕还是会被以色列继续给拖着。那另外一方面，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目前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未来就是由伊朗来掌控？那通行的这个船费是每一艘
200万美元，还要付这个伊朗币，干哥又怎么看？我们现在要搞清楚一点啊，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要通过我们这海峡，是不是要付200万美金？如果你只是嘴巴讲讲而已啊，穆吉塔巴也没有跑出来讲啊，领导人不是他自己亲口讲啊，可能是革命卫队讲的啊，我们就当做可能有这个风声。现在不是，伊朗的国安委员会已经通过要真的征收荷姆兹海峡的通行费，而且以超级邮轮而言，一艘我收你200万美金，毫不为过，而且真的有人付了，他追他跑了，然后没有跑不成，你知道为什么他跑了？因为后面现在有2000艘船挤在里面，2000艘，听清楚。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每天还是马照跑，舞照跳，你不知道荷姆兹海峡跟波斯湾的情况的险峻，没人敢冲啊。大千刚才说已经有10艘过去，对不对？那讲好了，不然你冲冲看，革命卫队一定会 IRGC 绝对不会放过你，所以没人敢冲。2000艘船里面包括超过20万吨的那种超级邮轮，至少有15艘，那超过10万吨的大概有60多艘，其他就是中型的货轮，随便一艘货轮也几万吨的。你就想说2000艘船在里面，然后多少人在上面？我们以最低的人数来算，一艘船10个人来算呢，有2万个海员在上面，在上面要自己洗衣服、吃饭，在海峡里面挤在那边。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大家现在眼睛还看不到问题，可是它马上一爆发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严重。所以为什么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他通过这个法案，后来他们自己有修正，现在还没有公布。他们说现在可能的话说，这样算一算，我们一天赚2.8亿美金，可能会被我们自己的盟邦给数落。比如你盟邦谁？中国、俄罗斯啊，像这种国家就数落你了，赚太多了。好，那我们现在改用一个什么方式？我们改用苏伊士运河的方法。苏伊士运河是怎么样？不是算烧的，算重量。你这个货轮比较小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少收一点。但是你这个超级邮轮比较大，那我们就按照那个重量来说，这样听起来比较合理，对不对？他说这个每天我们这个伊朗革命委员会算过，可以大概收5600万美元，比每天收2.8亿美元要对你们来讲经济实惠多了，这样可能可以接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到底会接下来伊朗真的是要这样子收费的话，可不可以放这些船出去？那这样世界经济才有救嘛？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下个礼拜连塑胶袋都开始要涨价。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外面谣传，台湾连塑胶袋可能都买不到了，不是说涨价让你去买，是连涨价你都买不到。那一天会不会真的到来？你战争再打10天，保证那种经济的窘况就会发生，而且不仅仅是油价跟民生物资的价钱会上涨而已。那2000艘船，看它什么时候要出来。对，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川普这一回认输止损，要撤离中东，大家在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没有讨论到的重要原因，也是原本美国没有料到的重要原因。伊朗它拥有这个军事宗教的一个复合体，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其实牢牢的掌控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跟政治。这怎么一回事？等一下我们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读。也就是因此呢，革命卫队他不舍得背叛自己的神权哦。那么另外，如果美军真的要去拿下伊朗的话，现在来自专家的预估要160万美军才有胜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讨论。好，川普以为呢这场战争它可以4天之内结束，结果打到现在，我们看到呢伊朗的政权至今屹立不摇，而且现在看起来民族的团结心是比过去还要更强了。美国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最新的分析，他说伊朗今天之所以打不倒，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军事宗教复合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将他的军队，还有将他的经济跟他的政权是牢牢的全部绑在一起的，
变成牢不可破。首先我们先来看到伊朗它的这个政权的一个主要的结构，它在最上层呢是最高领袖一手掌握的。那最高领袖现在就是穆吉塔巴，穆吉塔巴他牢牢的掌握了伊朗的军队、伊朗的司法系统，还有国家的媒体。国家的安全委员会跟确定国家的利益委员会等等，掌握了这么多的这个事项。但是它下面其实主要分成它的军队，总共是2支，一个就是所谓的正规军，是伊斯兰共和国军队，负责就是保卫国土。那另外一支呢，就是我们谈的非常多的最强硬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了，它就是直属在最高领袖的，负责保护最高领袖，也维护整个国家在国内上面政治的稳定性。伊斯兰革命卫队目前根据统计，大约是成员是12.5万名人员，在经济中扮演主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国家很重要的各种的经济命脉，当然包括了石油、天然气到建筑、电信等等主要基础设施都是由他们所掌握的。那另外一方面，他们还享有各种的福利，这当中包括他们的薪水是非常非常优渥的，他们还享有大学优先跟低利贷款等等。因此现在被解读，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舍得背叛主要的神权。那会不会美国完全一开始都没有料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川普今天认输的原因吗？什么原因让革命卫队舍不得背叛政权？那岳老师又怎么看？我这个题目跟我的专业哲学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美国本身长期来讲相信美式民主的力量，对于这种革命卫队所引导下的神权组织，这个哈梅尼耶啊，用是这种宗教的理由啊，女人啊，或者就是蒙面啊什么的吧，就觉得完全违背了民主的价值。但是他们忽略一个宗教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人民的影响力之大。我记得1979年的时候，那个科梅尼从巴黎回来的时候，伊朗要求这一场宗教革命所发生的现象投票的时候，科梅尼是以98%选上的，把这个巴勒维国王赶走。那现在川普根本没搞清楚这个里面的细节，这98%的人，这当中的话呢，就是他会认为说巴勒维的儿子在美国已经是摩拳擦掌，准备回来当国王，你真的是做梦。政权更迭根本都没有用。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哈，请大家要了解。从某种角度来讲哈，一下把哈梅内伊干掉以后，穆杰塔巴上来以后啊，这个哈梅内伊很多人是不能接受，但我相信他是一种以殉道者的身份，就是在面对自己要面对的死亡。你把他干掉以后呢，他已经交代下去，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个作战的策略叫去中心化。所以大家看得出来真实承诺，从这个打到现在88的时候，每一个各地出来，美国炸都不知道炸哪里，就到底谁是指挥中枢，要杀也不要杀谁。所以川普有时在讲说，就已经没有人可以杀了，基本没有人可以杀，几乎人人都是啊。这个是革命卫队里面的去中心化。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整个伊朗人当中的话呢，原来我不能够排除，因为伊朗人原来是民间是非常非常支持美国的，有非常多的人。但是呢，他们一开始觉得说，当这个川普攻打伊朗之后，他们本来高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在外面庆祝的时候，哇，不晓得怎么样，炸弹都来了，而且以色列的攻击他们的石油设施，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天就是下的黑雨啊。这个下黑雨，你知道伊朗到目前为止，从2月28号到现在死3000多人，400多万人流离失所，那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所有人，就伊朗现在已经找不到温和派了。然后另外最重要的话呢，就是名气可用啊，就是伊朗现在只有一个立场，你这个美国这个做法，逼着伊朗现在只有做这样的拼到底，否则就是亡国，什么政权更迭。啊，美国，然后呢？这个原来我在这边跟大家强调一下，原来川普脑袋很简单，就是说已经搞了委内瑞拉的石油了，那现在再把伊朗石油搞到手里的话，那这样的中国就没油了。他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你现在听起来哦，今天讲话可以比较不用负责任的，但是川普就这么笨啊！我在愚人节说他真的就这么笨，他本来就是讲，因为他到了3天前还在讲说，我其实真的要打伊朗是为了他的油，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怎么可能呢？伊朗现在整个都跟你拼了，老子都不活了，跟你拼到底了。所以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下，美国发觉哇不得了。那这个，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过，美国也走不开啊，以色列不会让他走开啊。那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真的是要，我相信这场战争是刚刚讲到油价的话呢，是一定会破200，是一定破200。好，那同样的问题，破200就完了，我们就还得了这个民生物价、通膨等等，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干哥。好，
那个其实老实讲一句，我说那伊朗为什么它是一个，也就是说可能这美国自己他们做调查说他们人民只有20%支持他，但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因为伊朗它绝对不是说你所看到用宗教在掌控这么简单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复合体啊，而且大家要就是注意到，就是说伊朗其实你就算是你今天他的领导人被狙杀了，可是他并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因为其实老实讲一句，40多年来，他们的精英大部分能够念大学的这些精英，老实讲一句，他们都可能会属于什么？属于巴斯杰的民兵集团，也就是说，他是有经济诱因拉住他们的，并不是说我们是为了伟大的这个什叶派的理想，它其实跟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加入了他们的巴斯杰民兵，这个民兵组织有多达70万人，那我们所知道的革命卫队只有12万5千人。不管革命卫队或者是巴斯杰民兵，你如果人在里面成为正式成员的话，你可以得到什么？你可以得到固定的职位跟比一般企业高2倍的薪水。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是精英的话，你为什么不选择待在里面？所以你根本舍不得，你也不能让这个政权倒，因为倒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你的家人，这就是最重要的。他们讲一个小故事就是美国的研究员智库，他们说，然后他认识一个伊朗青年年纪不大，你知道吗？他是巴斯杰民兵中的一员，但是他不晓得，等到他从叙利亚回来，他才知道他是巴斯杰民兵。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加入民兵组织之后，他可以贷款，他一贷款他就买了2栋房子在德黑兰北部，然后呢他就突然人不见了，后来回来才知道说，我跑去叙利亚了，干嘛？帮叙利亚组装飞弹，帮也门组装飞弹，现在是战事结束，我回来了，然后我就回来开始收租，你知道就开始收他那买了2栋房子的租，然后收租去还贷款这样子，然后过了几天，抗议示威游行分子不是上街吗？对，那个头巾革命上来抗议吗？结果他的这个邻居朋友就拿一根棍子上街去揍那些反政府的人。他说：“我真的看到一个真正的就是一个，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精英，但是他完全是什么？他的生活、他的未来以及他的经济，他完全都跟这个国家、这个组织绑在一起。所以说，他不可能会去推翻自己的政府。也就是说，他的生活、他的这些经济来源都是靠着政府。那所以说，加入巴斯杰民兵之后，他可以选择他的小孩。”可以优先上大学，他也可以得到贷款，一般人民是得不到的。所以你就晓得，从这样的这个他的叙述看下去的话，伊朗怎么会那么容易的这个政权会被你推翻呢？所以，然后最近他们还得到那个什么油气田的合约，500亿美金油气田的合约，这个500亿这个油田的工作合约是由革命卫队来指派的。那我今天就很简单了，因为这个油气田的工作的话，是人人想要去的，就是说只要你上过大学，你都想要去。所以像这样子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想要去的话，那你必须就要加入这个组织。这个就是为什么伊朗它能够长期存在它的政权，而不容易被轻易推翻的原因。好，所以川普恐怕在一开始进攻之前，难道是没有做好评估吗？没有料到现在神权其实是跟一个国家，包括个人的利益跟自己的经济是有非常高度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人民不容易倒戈的重要原因。那另外一个川普还没有料到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是不是跟伊朗他打不倒，是不是跟他的土地、跟他的非常多的人口数有关系呢？现在专家也做了另外一个解读。我们先来看到刚刚提到的人口，伊朗的人口9000万人，那是中东第2，全球第17，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可以有非常
多的一个军队跟生产力，土地面积是164万平方公里，我们就拿现在同样在打仗的乌克兰做相比，那伊朗是它的将近3倍。再来，伊朗它的地形非常的复杂，有高山，有沙漠，可以说是易守难攻。所以美国，如果你真的今天专家的说法想要进攻打进去伊朗的话，你得派出160万大军上阵，这恐怕会付出美国史上最大的代价。那川普有可能真的，如果他要做的话，打败伊朗吗？那委员又怎么看？川普不可能打败伊朗的。他如果可以，或者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希望打败伊朗，他现在就不用演这出戏，这个夹着尾巴绕跑的戏码了哦。那么川普，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自大过头了。我觉得他一个人活在他的宇宙里头啊，他觉得他是天下无敌的，所以呢，他觉得他要贯彻他的任何的目标都可以轻易做到。那最后没有想到，在伊朗的这个地方，他真的贴到铁板哦。就像刚才这个苑老师提到的嘛，我觉得美国最大的一个错误哦，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当时去配合以色列斩首。就是各位看仔细想一下，就在以色列跟美国斩首哈米尼之前，伊朗内部有没有反政府的力量？有，所以才会有这些相关的抗议、游行、暴动。那些也许是这个 CIA 或者是摩萨德长期的线民或者是细胞策动的，但是不可否认，一定有不满这个当今政府的一些这个年轻的势力年轻人或者是其他的力量存在。但是问题是，当你把它斩首完之后，那不一样了哦。刚才老师讲的没有错，他就是个殉道者啊，他是烈士而且你不是斩一个人的，你一口气斩了40几个人，所以斩到最后，好奇的问题就来了。你斩完他之后呢，川普跟以色列就呼吁说，大家起来反政府吧。那问题是他们要抗议谁嘞？就他们原本可能要抗议的人都死了，都因为伊朗所以被以色列跟美国猎杀了耶。所以原本讨厌可能对哈米尼有不满的人，现在恐怕都反过来了，因为把他视为烈士了嘛。所以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最蠢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去搞了个什么斩首。所以斩首斩完之后，川普自己不是说吗？斩完之后他都找不到谁来谈判了，因为你一口气斩了40几个，没什么人可以谈判了。唯一想要谈判的另外一个人又被斩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川普从头到尾就是一招错，这个步步错了。然后呢，你又没有评估到说伊朗他自己的这个土地的面积土地面积这么大，土地地形这么复杂，你以为它是伊拉克吗？一马平川，10天就让你扫平了？没有啊，它的地形实在太复杂了。美国的部队要进去，绝对不是像打伊拉克这么简单的事情然后你再来，他有没有想到说伊朗的地下飞弹城这么厉害？其实地下飞弹城，我想全球现在最有名的是中国大陆，他们叫做地底长城当时美国国务院曾经出了一个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力分析报告的时候，那个里头就提到说，中国大陆最具有威胁力的就是地下长城了。它的飞弹可以从这个城市透过地下的火车快速的运到另外一边去，可以从东部到西部通通不用到地面上，完全在地下行动的。所以我看，显然伊朗大概也是有样学样，伊朗的地下城盖的也相当坚固你说美国去年如果没打那个12日战争，也许它的地下城还没这么坚固。打过了12日战争，你只要是伊朗的指挥官，你难道不会挖深一点吗？你一定挖深一点所以这都要拜美国之赐啊！你打了他一次，他第二次他就知道了，说哎呦，我要挖深一点，要更坚固一点。然后更重要一点来了，伊朗现在呢？他自己的那个人民的，我们叫做 resilience 就是翻成中文应该叫做韧性就是打仗比的是什么？比的是决心，比的是韧性伊朗的人民现在就是要拼个你死我活，美国人民拼得起吗？所以在这个三方战争里头现在是伊朗跟以色列要拼你死我活，他的民众的那种战斗意志很高可是川普没有你们的美国大兵消耗不起几个牺牲不了几个的，所以在比韧性你也比不过。然后最后我们今天节目讲的刚刚开始思明给大家看到说伊朗准备要攻击美国的企业，大家去看看那些企业只要被攻击，美国股市就大跌了。因为那些企业都是 AI 企业，都是重要的军工企业，都是重要的金融的企业它只要攻击下去，那么美国现在的股市荣景都是靠 AI 产业带动的，你就等着美国的这个纳斯达克和这个道琼的指数下跌了，这些都是川普经不起的。所以我相信川普自己大概现在也认知到他现在所陷入的困境了。唯一的办法，真的就是玩国王新衣的游戏就是自己宣告自己打赢了，然后凯旋班师回朝，然后最好再举办一场盛大的白宫庆祝大会，放假10天。对，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
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这场战争我们特别回顾，其实从年初，不管是委内瑞拉一直打到伊朗，美国川普他的目标其实就是要瓦解中国大陆的相关的盟友。那也要这个瓦解中国大陆的势力。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靠着石油来制裁俄罗斯。但是在这一场中东战事，很奇怪的事情是，现在来自专家做了一个回顾，他们认为这一场战争中，反而是川普彻底输光，而当中受惠的竟然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好，首先呢，俄罗斯它的石油现在是全球最抢手的战略资源，因为中东缺石油嘛。那美国其实它现在也有放行说大家可以去买俄油，结果反而让俄油现在变得是最抢手的战略资源。再来，中国呢，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稳定器跟利益的收割者。刚刚说俄罗斯的石油，很多人去买，有哪一些呢？4个国家，4个大重要的国家。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德国了，立刻恢复从俄罗斯进口它的廉价的能源。韩国呢，紧急扩大采购2.7万的俄罗斯的轻油。再来，特别看到菲律宾了，已经隔了5年，终于他又决定要重启进口来自于俄罗斯的原油，首批达到了70万桶。最后是斯里兰卡转向俄罗斯寻求它的燃油，连泽伦斯基都这样说了。现在呢，很多的盟友警告泽伦斯基说要求减少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因为他们太需要来自于俄罗斯的石油了。中国呢，他在这个时候也出面了，他说愿意跟着东南亚国家一起来协调配合处理能源的问题。专家说了，中国大陆现在在国家在这个世界的形象反而变得更好了，变成是一个负责任、可以稳定国际的一个大国。那么另外一位是香港大学的教授，他也这样说：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干预，让许多东南亚国家非常的不满。因此，在东南亚国家来说，美国越来越不受到欢迎。再来就是铝的生产了，本来在这场战争当中，这些铝厂在中东的铝厂大受打击。那中国刚好又是全球最大的铝生产国，去年生产量占全球总额大约是60%，也就是因此让中国大陆的铝跟中国大陆的镓的供应链变成了如今的重要主导者。那所以，川普本来想孤立中国，想要掐死俄罗斯石油，如今看起来，这个目前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完全被反转了。真正的战争赢家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委员怎么看？是啊，其实中美俄这3个国家都在用全球当作棋盘，在下一盘大棋哦。所以他们所做的部署，绝对不仅仅是在于什么中东的一个角落。那么当时我就曾经讲过好多次，川普在玩的就是远交近攻嘛，就是你这个敌人，我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消灭你，我就想办法把你的盟邦一个一个剪除掉，然后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就把它一锅就把你端了哦。所以他对中国就是采取这个态度啊，因为远交近攻所以现在每天都在讲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等到有一天他准备好了，习近平就不会是他的好朋友了哦。但是问题是，川普玩的这个把戏不太有效的原因是在于说，川普这个人过度的自大狂妄哦。我一直强调说，这就像是王道跟霸道的差别啊。你要在国际社会上去孤立任何一个势力，孤立任何一个国家的前提是你自己要有足够的伙伴跟盟邦。可是你回过头来看看，川普是怎么对自己的伙伴跟盟邦的？他现在去骂英国，他就去骂德国，他就骂法国，说这些人都不好好的来帮他的忙。我请大家回想一下，在这场战争还没开始之前，他不是照样骂他们吗？就是他从头到尾就是轻视他们、羞辱他们、践踏他们。所以你对这些国家来说，讲难听一点，你又轻忽我，你又践踏我，你又羞辱我，你还剥我好几层皮，磕了我这么多关税，然后你现在出了事，你叫我去救你，我为什么要来救你呢？所以美国在这场战争过程当中，大家就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他原本的那个西方世界的盟邦已经分崩离析到众叛亲离了。以前西班牙敢这样子这个跳出来讲这种话吗？现在不要说西班牙了，意大利一个国家都表达了他们的立场了哦。所以对这场战争一开打到现在，美国最严重的，除了在这场战争当中一败涂地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就彻底反映出来，美国所建立起来的这个西方的联盟已经在瓦解当中了。那你更不要讲中东喽。中东的国家原本以为这是安全保证的，所以呢，我让你用油源，所以我让美国的军事基地在我这里，在我国家设立。结果呢，就发生到今天，
美国的安全保证变成飞弹的靶子了。就原本是要来保护我的，就现在没有想到，我与其你来保护我，还不如不要有这个基地啊！就是因为有你这个基地，我才会被打呀。所以接下来，如果今天川普再这样灰溜溜的，就真的这个夹着尾巴就退回去了。我认为马上所要面临到的问题是什么？中东国家就要认真思考咯。就显然你川普美国是保护不了我的，所以我要认真想清楚，我究竟要把你这个安全保证当作飞弹靶子摆在我的国内，我还是干脆请你先暂时离开吧，我就变成一个中立国，我不要介入这种纷争，这样总可以吧？所以事实上，在这场战争的过程当中，原本川普希望收割到的一点都没有达到，结果反而造成了他西方盟邦的这个势力的瓦解，造成了他中东势力强烈的这个可能会被这个衰退哦。那么他要掌握中东的可能性更低。更重要的一点是，刚才苑老师提到的，他把荷姆兹海峡送给了伊朗啊。就原本美国要强烈的掌握几个重要的水道嘛，苏伊士运河、荷姆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结果莫名其妙的他就把这场战争打完了之后，他就把这个荷姆兹海峡送给了伊朗。如果情势再糟一点，可能红海的那个曼德海峡就送给了胡塞武装组织了。一口气之间，他马上就失去了这世界上的2个重要的水道了。对，好，所以这场战争现在等于是说，川普已经失去了原本西方国家他的盟友或者是这个中东海湾国家对他的信任。那原本他的目的是想要孤立中国的，还有掐住俄罗斯石油。现在看起来，苑老师又怎么看呢？在这3年4年的时间当中，我自己发展出来一套国际政治哲学。国际政治哲学的话，你国家要强啊，就要实施明成祖朱元璋的想法，就是高筑墙、广积粮啊，然后缓称王啊。你自己的话呢，要了解你自己在做的事情的话呢，有没有按照你的正规来行使啊？对不对？那现在川普的话呢，就是完完全全得罪了所有人以后，又莫名其妙的发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话，尾大不掉，所以对大家来讲的话呢，因为人有一种天性啊，没有人愿意活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大家都要追求稳定啊。那首先来讲的话呢，第一个，俄罗斯的油跟气本来俄罗斯受到很大的委屈啊，因为俄罗斯卖的油不准超过60块美金，然后就在海上面幽灵游轮到处乱跑，有谁要买什么的？那现在不得了了，现在突然解禁了，解禁以后不但解禁了，就发觉说没有中东的石油，俄罗斯石油变成唯一的选项。这是意想不到。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大陆本身的立场从头到尾就是停战、停火、协商，然后大家强调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啊。那么这个是一种稳定的力量。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另外讲到说是美国的盟邦当中，除了川普自己乱骂人以外，现在的话呢，西班牙、意大利啊，或者德国什么的话呢，都会发觉说跟美国搞在一起，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中东的国家的话呢，就是不是单纯这样，因为中东国家原来长期来讲被美国的威胁啊，但是这场战争打下来的话呢，我们发觉说，第一个，美国军力根本不是所向无敌啊。我现在强调哈。以前那个小布希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任何问题先问我的航母在哪里。现在那个林肯号、福建号、福特号、现在福特号啊，对不起啊，然后又这个就是乔治布，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没听过航母发生什么任何事情，只听过福特号失火了，马桶不通了啊，这些情况。然后林肯号挨了好多炸弹啊，这个真的都是美国非常丢脸。然后另外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自己的话，什么预警机啦、加油机啦、给加油机加油的机啊，通通都掉下来了。F-15、F-18、F-16通通都掉下来了。那大家发觉说美国这情况有问题。另外再补述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大陆本身安安静静的生产它的铝，为什么刚刚讲到铝矿那么重要？因为有一个工业的维他命啊，就是说是工业的电子企业的这个脊梁啊，就是你要做这个有关于半导体啊，你要做有关于高科技的这种医疗设备啊，你要做任何有关于重的，就是光伏什么的，都需要加这种东西的话，它只有在炼铝的时候才会附带而产生，这是真正的关键。然后那个砷化镓、氧化镓，然后所有的氮化镓这些的话呢，配合起来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才能够让这个金属有用。然后这个现在几乎我不是开玩笑，90%大概在中国手里。好，所以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反而是现在看起来获利，除了刚刚说的俄罗斯之外，还有中国大陆，那削弱的是美国自己本土的国力。那现在也说呢，如果川普持续要对伊朗斗武，接下来他的3大国力军事上面的3个重大的
代价又是什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就是它的军力会透支。850枚的战斧飞弹狂轰哦，单枚就要360万美元，年产量真的只有600枚而已，等于是一次打掉全年的总产量了。情报外流的部分，海上的监测舰，它的瞭望1号现在部署在阿曼湾，等于美军的作战数据直接被中国大陆给掌控跟监控。再来就是刚刚我们都提到的这个盟友倒戈，西班牙说了我不会让我的领空给你使用，那意大利也拒绝提供它的基地。再来，北约32国只有6国支持这个攻打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也不再只依赖美军了。川普气到说，我们美国啊不必继续留在北约了。干哥怎么看？好了，先回答一下苑老师刚才说，怎么没有听到美国航空母舰的消息啊？为什么？很简单。不要靠太近，靠太近，等一下被他们弹道飞弹给打到，对，就这回事。所以他现在不能靠太近啊，对不对？所以他老实讲一句，航空母舰在这次作战之中的价值是相对变低的。但是美国真的也是面临3大问题，第一个弹药见底，为什么？因为航空母舰不能开进去啊，那只好用巡弋飞弹。美国最好用巡弋飞弹，从20年前打伊拉克用巡弋飞弹，那时候我跟你讲，一枚才150万美金，现在对不起。已经2倍多了，360万美金。然后你会想，20年应该补充了嘛，对不对？当时打掉快1000枚，没有，因为美国的国力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往下掉，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他说没有，我还有更重要的我还有很多标准3型、标准6型飞弹，所以巡弋飞弹也被当作是一种比较次要的武器。结果现在一打起来，发现，这个东西很好用，很准，而且老实讲一句，不用派美国兵去送命。所以没有了飞弹，所以现在我跟你讲很难打。接下来你要干嘛？要派人命去了。再来，情报收集。我跟你讲，中国海军的瞭望1号真的去那边了。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这艘船，等到有一天亮相，你就会被它吓死。